爷啊，咱这种见过一点世面的人都知道啊，战争哪是喊句口号就能打的？但真正可怕的是，有人正把战争悄悄打进你的脑子里。为什么？因为恐惧是这个政权屡试不爽操控人民的遥控器。按一下恐惧，你就会乖；再按一下仇恨，你就会冲。恐惧会让人放弃怀疑，停止思考，甚至闭上嘴。它会让你不敢问出那个最致命的问题。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举着国旗上战场，用生命替别人赢一次，还是希望他能生活在一个不用打仗也能娶妻生子、就业买房的国家？可惜啊，这种事儿咱老百姓说了不算，我们还得听听最高指示。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习主席登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现在年轻人失业的这么多，这个事儿不好办，要不把他们都送出去给我打江山？哎，你说他们真不懂吗？不，他们懂得可太多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才是老祖宗留下的厚黑智慧啊！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宿仇旧怨，是中国想报仇，日本被动防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一次，日本主动出手了。我们今天用博弈论带你看清真相。台美中日四国的力量平衡已经被打破，纳什均衡不复存在。谁最危险？谁正在下注？谁又最先出局？一切从这句话开始。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嗨，大家好，我是 Max。上一集视频我们讲了个结论，武统台湾是中共政权的自杀式操作。简单说打仗这事儿对中共来说根本不是赢了就爽的事儿，而是打了就死，打赢了死得更快。想复盘的自己去看，不然可能听不懂后面的内容。好，我们今天要说的事儿是新的变数来了。本来台海局势就已经够紧张了，美中台三方一边放狠话，一边都在打太极，维持着一个谁都不敢真出手的微妙平衡。这个在博弈论里叫什么？纳什均衡，就是我知道你不敢打，你也知道我不敢打，大家都在互相算计，谁也不敢放第一枪。可现在局势变了，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以公开强硬的方式宣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表示，如果台湾有事，日本或将面临存亡危机，可能会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这是日本在台海这场牌局里亲手压上的一块筹码。他的意思很直白，你打台湾，我就当你是打我。这一句话把局势从可能威胁变成了直接关联，从模糊空间变成了提前亮牌。博弈论里这叫做新变量介入非合作博弈。什么意思呢？本来美中台三家打的是一场不合作博弈，各自都有顾虑，彼此都不信任，但谁都不想先出手，所以能维持一个危险但稳定的均衡状态。可是现在日本上桌了，而且不是来看戏的，而是来下重注的。这一下所有人的剧本都要改写。中共不能再假装武统，只是一味吓唬人了。台湾呢，知道背后多了个堪称台湾好邻居的铁杆同盟。美国呢，更名正言顺的加码进场，而日本
第一次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不想打仗，但我不怕跟你打。所以你看啊，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谁要先亮牌，谁会弃车离场，谁压得起这把的赌注，谁其实最怕这场仗真的打起来。今天的视频啊，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片尾啊，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习主席彩蛋，他不仅亲自出场，还会说出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他怕的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那个谁。哎呀，想到习主席我就有点激动，哎，好想现在就扛200斤。冷静，我要冷静啊，这还在录节目呢。坚持看到最后，答案自会揭晓。好，现在咱把牌桌上的4个玩家呀，挨个看清楚。表面上是中美台日4方对峙，其实背后啊隐藏着一个结构性的裂变。首先啊是躺赢的台湾，你可能以为台湾啊要主动挑衅发难，才能在这场博弈中争到筹码，但现实恰恰相反，台湾什么都没做，却因为日本的一句话直接被加码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战略下注，而这个下注还不止来自日本，美国也同步加注了。不是嘴上说说啊，是真金白银立法背书啊。根据美国刚刚通过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第1241节中啊，写到国防部长获得授权，可对印太地区外国伙伴的军事与安全部队提供安全援助，援助目的明确，提升其抵御胁迫与侵略的能力，强化后勤与关键基础设施，加速提供武器库存。这意味着呀，美国已将印太区域，涵盖了台湾、日本、韩国等，明确纳入其安全架构。同时啊，在第1250节中，法案提到啊，美日韩3方要提交联合战略计划，增加资源、信息共享、反导合作、军演联动。所以无论听床师和小粉红如何高喊打日本、打台湾，这条法律链证明真正下注的是美国及其盟友，而不是空喊口号的某些嘴炮党。这份法案还设立了台湾安全合作倡议 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itiative， 这是专门为台湾设立的快速军售与安全整合机制。听起来还是像纸上谈兵吗？那我们看看他们当着习主席的面干了什么。首先是宣布7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NASAMS 防空系统，这是白宫和基辅都在用的总统级别的防空武器。紧接着美国又向日本出售8200万美元军用弹药与后勤设备，还特意备注了呀，用于印太联合部署与岛链防卫支持。那边啊，白纸黑字卖军火，这边呢，嘴上还跟习主席称兄道弟。你以为他真讲情分？拜托，他可是川普啊！那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嘴上抹了糖，心里全是账。Look, President Xi, you are a terrific guy, okay, really terrific. But we are selling to France, Japan, Great, Taiwan, even better. Real allies, real money. You pay in renminbi. Sorry, we don't do communism. Nothing personal. It's just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回顾去年7月布林肯访日，日美啊在指挥结构整合的框架下啊，明确迈出新步。同时啊，双方宣称将加强导弹防卫技术合作，并进一步把印太第一岛链视为战略重点，
推进区域布防。说白了呀，日本不只是押宝台湾啊，直接把自己买进了这场地缘对冲游戏里。不当观众，要做庄家。知道日本为啥梭哈吗？太君不好好握寿司，看上兵法了。结果呢，台湾是人在牌桌坐呀，筹码天上来。美国、日本动作不断，节奏拉满，而反观中共这边呢，还在删帖、禁言、封航班，甚至近期有媒体报道啊，日本借展的最后2只大熊猫啊，小小和蕾蕾要被召回了。对，你没听错，连熊猫都成了外交武器。日本小朋友们，对不起啊，你们以后可能没有熊猫看了，看看维尼熊，凑合一下得了。维尼，维尼，维尼，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政治是一种怪事，红色江山是唯一的宗旨。李安，你要干什么？你把话筒放下！别人呀，真刀真枪下注，这真是玩真的呀。这边啊，却像在玩情绪剧本杀，连熊猫都成为拿捏日本的软肋了。在这里呢，维尼向2位熊猫兄妹小小和蕾蕾正式道歉。祝愿你们无论身在何方，不需要忠党爱国，也能得到很好的照料。诸位看官，看完这一出剧本，谁在下注，谁是筹码，大家心里早就有数了吧？其次是求变的日本，日本呀这次站出来，不是因为他想打仗，而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我怕的不只是中国打台湾，而是继续缩在战败国的壳子里，被动的挨打，被动的等下一场灾难。去战败国化才是日本真正的国家议题。是的，日本不是要重新变回一个好战的国家，它要变成一个有安全保障能力、有主权、更有主动权的正常国家。所以他现在做的每一步都是在改写战后秩序，从被保护转向自我防卫，从合约束缚走向法律突破，从不能主动出兵转向积极防卫、前沿部署。而修宪就是历史性的临门一脚。你可能会觉得呀，日本和平宪法写的那么死板，怎么可能动得了？但你别忘了，谁给了他们这份修宪的理由？是谁一次次让他们的国会和在野党都没法再继续阻拦？说白了，习主席的战狼外交啊，成了他们最好的修宪助攻手。是他，是他，还是他。你做不可能的事。现在啊，日本国会正在推动国家安保法制的再修订，这意味着呀，自卫队地位啊将首次在宪法中被承认，战时联合应对能力将不再受制于和平条款，就连拥核讨论也不再是政治禁忌。拥核这件本来不可能的事儿，现在已经有人在讨论了。就在前阵子，高市早苗在公开场合谈到，日本未來不排除擁核的必要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爭取出年前修改3份安保文件，並正係探討修改無核3原則。這可不是出自阿貓阿狗之口啊，而是出自日本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歷史民調支持率第2的首相之口。一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說的堅定清晰，不帶一絲情緒波動。他正在为日本下一个时代的身份定位。
她不是普通的女政客，她是注定要载入日本战略史册的女中豪杰。所以你看得出来啊，日本不是在求战，而是求变，变规则，变身份，变地位。美日之间签署的这一系列防务协议啊，不只是象征性的军援给台湾，它还在支撑日本更新防御设施体系，提升本土抵御能力，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合作，重新定义第一岛链的战略态势，批准多项对日军售，强化日本的导弹打击与防御能力。换句话说呀，日本在这盘棋里不再是被动接受保护，而是在主动下注未来。军备加防务整合加国家意志觉醒，日本正在下注一个新角色，不是旧时代的战败国，而是新时代的战略主角。再次啊，是控盘的美国，台湾在躺，日本在变，那你知道谁最冷静最稳坐钓鱼台吗？对，美国。表面看啊，美国像是站在台湾日本这一边，仿佛啊是个维护和平的老大哥。但你要知道啊，美国可不是选边站，他是在写剧本。这盘棋啊，日本和台湾可不是主动上桌的，是美国呀手把手拉着他们一个个就位的。然后美国坐在聚光灯后面，调灯光，控节奏，收门票。你以为他在保护你？错，他在吓住你，他给你安全，前提是你买他的军火，听他的节奏，照着他的剧本走。比如他和日本签的军备协议，看似是共享防御情报，但真正的效果是让日本防务高度依赖美军指挥系统。合作对等不存在的，是你有事他顺手帮你，那他有事的时候呢，你必须全力以赴。所以美国为什么看似对局势反应很少？因为他的筹码呀早就压上了，剧本也已经排好了，他根本不在乎谁打谁，也不在乎谁输谁赢，他只在乎一件事，这场牌局能不能一直打下去。台湾是美国最便宜的一张高额筹码，日本是他最稳定的一座前沿炮塔，而中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玩家。因为只有中国被困在局里，深陷泥潭，美国才能稳坐钓鱼台，做世界秩序的导演和裁判。你说他亲日？也许。那你说他挺台？可能。但最重要的是，他不是站谁那一边，他只站在牌桌的正中央，俯瞰着赌红了眼的各色赌客。所以别被表象骗了，真正把台湾、把日本、把整个第一岛链变成棋盘的，不是某个高喊祖国统一的民族主义者，而是那个冷静下注、算得最清楚的老大哥——美国。而最危险的，恰恰是反应最大、叫得最大声的中国。为什么？因为这场变局本可以慢慢演进，双方都能控制节奏。可中共的做法是情绪式的输出，毫无外交礼仪，更不懂战术节制。外交部战狼连环开炮，究竟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驻日大使口出狂言，央视、微博同步开火，舆论被煽动到准备打仗的临界点。中共硬生生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然后呢，发觉势头不对，立刻主动给事态降温，删帖、禁言，全面踩刹车。敌方动作不断，步步为营，而这边一波情绪输出换来三重后果：一、日本彻底转身，放弃隐忍，加入了公开博弈；二、美国呢更易拉拢日台，理由也更充分；三、国内百姓两相对比，看得真真切切，
一边是厉害了我的国，但是呢却是删帖禁言外交势力，一边呢是曾经他们瞧不上的小日本，法律加速，军演不断，国民支持率近70%啊。所以谁在犯错，谁最慌张，而谁又最危险，一目了然。我们现在来建一个新的4国博弈模型，玩家是美国、中国、台湾、日本。策略空间方面呢，战略上分为战争、吓阻、联合、独立、模糊这几种，而博弈类型呢，这是一个非合作有限次重复博弈，各方知道彼此在盘算知道时间窗口，知道成本，也知道自己在被对方观察。当前状态呢，原来是三角博弈，中美台稳态，正在被日本这一个搅局的角色给打破，向4方多极动态均衡演进。那么新的纳氏均衡有几种可能形态，首先是台美日形成事实上的安全共同体，虽然没有一纸条约喊我们是联盟那么戏剧化，但通过军售、法律授权、联合军演等绑定，他们的意志、筹码、绑定度在快速上升。换言之呀，美国、日本、台湾3方正在这张桌子上下注未来的安全。其次，中国的模糊威胁战略失效。长期以来，中国靠模糊战略意图、威慑声明、口头喊打在压制对手。但现在呢，日本已经公开介入这个体系，美国呢明确方案化、法律化，中国那种吓你玩的战术空间正在被极限的压缩。同时，国内民族主义的煽动式话语成了双刃剑只能起飞，不能安全降落，这个呢就会反噬民心，有机会人亡的风险。再次呢，独裁者联盟俄、朝、中在现实战略能力上对中国的支持极其有限。中国若要真正打开主动权，需要盟友，需要军售，需要供应链支持。但俄罗斯、朝鲜在这一版印太加高技术的博弈里，能力与号召力也远远不足以成为可靠支撑。简而言之呀，台美日这3家合作深化，风险分担，赢面在逐步上升。反观中国，战略空间被压缩，变数增加，民心动摇。谁最危险？谁最容易崩盘？答案很明显，中国。当博弈结构被重新设定，你要明白你不是旁观者。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面临涉外舆论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就业持续恶化，移民海外通道受限。如果你生活在台湾、日本，或者说呢，你考虑移居到这些地方，那你被保护的安全筹码正在加固。不要听信国内的噪声，应当增强信心。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对外说要打，但对内却删帖禁言封航班，说明当局对民意、经济、出行自由已经有所预警。你可能发现赴日游、看日本动漫剧集、日企就业机会以及移民日本等人生决策会比以往更有逃生的意味。最后我想问你一句，国家在牌桌上下注，你的下半生会不会也成了筹码？国内和台湾的朋友最近是不是有赴日旅游、留学、移民的打算？哪怕只是想去吃碗拉面，看看富士山。那么听了 Max 的这期分析你的想法改变了吗？外交部发言人说别去日本。那我说值得一去，应该放心大胆的去。你觉得谁更靠谱？是外交部还是 Max？ 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我们回顾这一场台美中日4方博弈的新版图，日本主动入局，不再韬光养晦，台湾躺赢，不费吹灰之力，美国呢继续强力控盘，稳坐钓鱼台。唯独中国情绪输出换不来想要的结果，外交抗议喊得再响，民心却在一点点流失。一手好牌打到敌人组队，自己落单，
这一仗啊还没开打就已经输了人心。你可能会说呀，这些都是国家的事儿，我们老百姓呢就管不了。可是你仔细想想，你不觉得讽刺吗？你刷不到高市早苗的推文，却能刷到赴日旅游被人骂今日。你为自己维权的微博啊发不出去，却能看到解放军已经用电脑动画把日本炸了个稀巴烂。你可以冷眼旁观，但孩子可能在学校里已经被发动起来啊，扎高市早苗的小人了。这场国与国的棋局，你虽然上不了桌，但结果呢，却已作用在你和你的孩子身上。习主席管不了美日台，他还管不了你中国人吗？报告主席，这次民众不听指挥，依然坚持要赴日旅游，看《鬼灭之刃》，还有人说想移民日本，请您定夺。你下去吧。中国人是不会造反的，只要信息控制好，他们什么都不会问。但这次对日本的民族仇恨是真的煽不动了。我们说打他们照样看片，还去旅游打卡，都怪中宣部找的那群网红，宣传不力啊。所以权力啊，还是得传给自己的孩子，不然迟早哪天啊，我会被他们挖祖坟的。哼，幸好我在国外还有个秘密的儿子。跟我斗啊！你们还是太年轻啊！何以解忧，唯有茅台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习近平。你当然可以选择继续相信民族主义呢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你也应该扪心自问，在这场四国下注的地缘博弈中，谁才是真正握着筹码的玩家？谁又只是棋盘上的棋子和战场上的炮灰？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在国家对抗的喧嚣背后，普通人如何保持清醒，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想想看，日本是二战中的战败国，却让人民活得有体面、有尊严，而中国明明是胜利者，可你买的房子烂尾了，还要继续还贷，结果就是房财两失。你被拖欠了工资，合理维权，却被扣上了恶意讨薪的帽子。996换来一身债务，还要被反复教育去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什么是赢？什么又是输？赢了战争，却输了人民，你还要继续为那一场幻觉鼓掌吗？是继续高喊口号，幻想胜利从天而降，还是睁开眼睛，看清现实，在文明与野蛮之间，你有权利做出选择，不为了谁的民族大义，而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家人。是时候醒来了，这不是输赢的问题，这是你的人生该走向何方的问题。别走开，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 Max，我们下集见。